中国离岸信托穿透征税，20%个人所得税规则重磅落地。消息一出，整个离岸财富圈瞬间掀起惊涛骇浪。很多人在第一时间的反应是，税务盲盒被打开了，穿透监管来临了，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和财富管理是不是要凉了？但现实中的资本流动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在东南亚甚至全球金融体系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越是规则透明、监管严密的地方，反而越吸引全球顶级资本蜂拥而至。大家不妨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新加坡从不害怕 CRS 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信息交换？为什么在全球财富监管和税收审查日益严格的今天，无论是全球跨国巨头、东南亚本土独角兽，还是加速出海的中国企业，依然毫不犹豫地把区域总部和财富核心沉淀在这里？从曾经被公众误解的离岸避税天堂，到如今被誉为东南亚唯一且不可替代的数字瑞士，新加坡到底做对了什么？答案可能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税率。过去几十年，很多高净值家庭关注的是税率高低、财富转移、离岸结构，于是新加坡、开曼、BVI 等地成为热门选择。但现在，全球金融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7月24日，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这是中国税法史上第一份专门针对离岸信托的个人所得税征管规则。按照新规，中国税务居民把资产装入离岸信托，视同财产转让，资产增值部分需缴纳 20% 个税。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无论是否实际分配，无论资金是否留在境外，委托人都要按年度申报纳税。信托终止时的清算收益同样需要缴税。这背后是 CRS 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的全面铺开。中国从2018年开始接收 CRS 信息，已经收了8年。新加坡与中国每年9月前完成上一年度的信息交换。你的信托账户、家办名下的券商账户、银行资金流水，每年都会定期汇总，回传中国税务部门。跨境财富不再意味着监管消失，但很多人陷入了一个误区，监管严格等于资本逃离。金融历史反复证明，真正成熟的资本往往流向监管完善的地方，因为资本最害怕的不是监管，而是不确定。一家企业选择东南亚总部，他最关心的是银行是否可靠，法律是否稳定，合同能否执行，资金能否自由流动，而不是这里是不是监管最松。新加坡从2020年的约400家合规家办，到2026年已突破2750家，5年增长超过5倍。数据不会说谎，很多人理解的新加坡是一个金融中心，但实际上，新加坡更像整个东南亚的中央处理器。第一层，它连接全球资本与东南亚市场。东南亚拥有超过6亿人口，是一个年轻消费市场，制造业也在快速增长。但东南亚最大的特点也是市场分散，10个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法规，不同货币。全球资本进入东南亚，需要一个连接器，这个角色就是新加坡。根据彭博行业研究的报告，截至目前已有约4200家全球跨国企业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这个数字在亚洲遥遥领先。第二层，东南亚自己的企业也离不开新加坡。Grab 从网约车发展到超级应用 ，C 旗下 Shopee 成为东南亚电商代表。这些企业选择新加坡，因为这里有国际投资者认可的平台、成熟金融体系、区域总部环境和全球人才网络。新加坡不是他们的避税地，而是他们走向全球的跳板。第三层，中国企业同样喜欢把东南亚总部放在新加坡。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关注生产成本，未来更加关注全球运营能力。安踏集团在2025年宣布在新加坡设立东南亚区域总部，预计3年内在区域开设1000家店铺。字节跳动、腾讯、
阿里巴巴在新加坡的总部大楼早已不仅是研发中心，更是全球业务的决策中枢。蔚来汽车、海底捞等企业通过在新加坡上市或设立总部，成功实现了资本与品牌的国际化。大量中资中小型企业也在抱团落子。很多中国企业不是把新加坡当终点，而是当连接东南亚的控制中心。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过去几年大家非常关注的合规与监管问题。有人可能会问，新加坡近年来大幅提升反洗钱门槛，严格审查资金来源，甚至重拳出击审查违规账户，难道不会把资本吓跑吗？金融学的底层逻辑恰恰相反。对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言，真正可怕的不是有没有违规案件出现，而是出现问题后，监管体制有没有能力迅速厘清并穿透处理。CRS 同样不是阻碍，而是国际资本的通行证。对于合法企业和投资者，透明意味着身份清晰，资金来源清楚，合作风险降低。这就是为什么大型跨国公司反而更喜欢规则明确的地方。新加坡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4A 级信用国家，其法律体系的透明度让总部企业敢于将核心资产和决策中心落户于此。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高一点，就会发现新加坡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城市与国家级赋能。它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中心，而是在亚洲打造一个数字化、国际化、极具可信度的数字瑞士。所谓数字瑞士，不是复制瑞士，而是在亚洲打造一个数字化、国际化、可信赖的财富和商业基础设施。在金融科技方面，新加坡不断推动数字银行、数字支付和金融科技创新，让资金流动更加高效。在数字治理方面，新加坡最大的优势不是资源，而是政府治理效率、审批速度、政策稳定、数字服务快速落地，这些都成为竞争优势。2026年6月15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修订后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新规正式生效。符合条件的单一家办可直接获得牌照豁免，无需繁琐的个案审批。新规还允许非家族成员的关键员工持有单一家办最多 10% 的股权。同时，反洗钱全面扎网，强制本地银行开户、本地注册实体、定期报备。对合规、高质的家办，设立流程反而更顺畅。在税制方面，新加坡没有遗产税、赠与税和资本利得税。资产装进信托后，后续增值、家族传承、资产赠与都不会产生额外税务损耗。13O 和13U 税务优惠方案下，符合条件的投资收益可享受所得税豁免。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绕过中国的纳税义务。新加坡的免税资格无法抵消中国税务居民的全球纳税义务。真正聪明的做法是依规做好 20% 个税合规申报，同时享受新加坡的低税红利，实现中新双向合规。在隐私保障方面，新加坡信托无需公开登记，个人资产明细、受益人信息、信托架构全程保密。再加上严格的银行保密条例，新加坡为高净值人群提供了业内顶尖的隐私保护机制。离岸避税时代结束，并不意味着全球资本停止流动，恰恰相反，新的财富时代正在开启。过去资本寻找的是最低税率，未来资本寻找的是最高信任。新加坡真正吸引全球资本的原因，不是它允许财富隐藏，而是它让财富能够在透明规则下安全运行。对东南亚来说，新加坡最大的价值也不是一个存钱的地方，而是一套连接全球与区域的商业操作系统。当越来越多企业走向东南亚，这个小岛国的重要性可能才刚刚开始。如果你是一位拥有境外资产的高净值人士，面对中国离岸信托新规和新加坡不断升级的监管框架，你会选择把财富架构调整到哪里？是继续留在传统离岸地等待观望，还是拥抱透明，把新加坡作为跨境财富的核心枢纽？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